可能很多人提到中元节，第一反应就是和祭祀有关的节日。但要是真说清楚它的来龙去脉，具体有哪些讲究，不少人可能就说不上来了。今天咱们就好好聊聊中元节，从它的起源讲到现在的变化，把这些和大家息息相关的传统事儿说透。首先得弄明白中元节到底是怎么来的。其实它不是凭空出现的，而是融合了3种不同的文化源头。最早能追溯到上古时期的秋长祭。古人觉得秋天是收获的季节，新粮刚下来，得先供奉给祖先和天地，感谢他们的庇佑，也让逝去的亲人尝尝新收获的粮食。这是一种很朴素的感恩心理。后来到了东汉，道教文化里有3元节的说法，正月15是上元节，7月15是中元节，10月15是下元节，分别对应天地水3官。中元节这天，地官会赦免阴间的鬼魂，让他们有机会回到阳间和家人团聚，所以道教徒会在这天举行仪式，为鬼魂超度，也为家人祈福。再往后，佛教传入中国，带来了盂兰盆节的习俗。传说佛陀的弟子目连为了救度过世的母亲，在7月15这天用100味饮食供养10方僧众，以此功德让母亲脱离苦难。这3种文化慢慢融合，就形成了现在我们说的中元节，既有对祖先的祭祀，也有对众生的慈悲，还有对生命的敬畏。接下来聊聊中元节的传统习俗，这些做法在很多地方都能看到，只是细节上可能略有不同。最常见的就是祭祀祖先，这可以说是中元节的核心内容了。一般从7月初1开始，家里就会开始准备，比如清理祖先的牌位，擦拭干净后摆上贡品。贡品通常是比较讲究的，有水果、糕点，还有刚做好的饭菜。讲究一点的家庭会准备祖先生前爱吃的东西，比如有的老人喜欢吃饺子，家人就会特意包上一盘。到了7月15当天，